好了，我们到了太平洋水族馆。这是一个在唐人街的水族馆，所以它有写中文。那它是淡海水混合的店，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拍，所以我们问问看。好，进去问问看吧。好，那我们来到了太平洋水族，这边是一间淡海水一起的水族馆。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国的水族馆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是淡海水的，那我们之前都是拍海水为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淡海水有什么不同。他们有一个这个造景的，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弥勒佛。对啊，这是比较中式的，有没有？它一个水流下来，有点像是一个造景的东西。然后他们这边有一些假水草的造景啊，然后这个弥勒佛，有没有？这个很可爱的。然后还有一些骷头啊、鲨鱼啊、埃及啊、乌龟啊这类的东西。那接下来这边是一个水草缸。那水草缸呢，他们用了这个 LED 灯去养这些水草，这边应该是阴性草为主的，或者是一些盆草这样子。好，我们再往下，这边呢有蛮多鱼的啦，不同的淡水鱼，那大部分都是用水妖精去养的。那后面还有配了这个外挂的过滤器。好，那这个常见的这种，这个叫做什么？我想想看，这叫什么？这个叫做黄金参。不是黄金参，不要乱讲。这个哦，太久没有接触，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可是它这里是这样写的啊。不是，这不是黄金参啦，这是一种那个就是会生蛋那个以前很常养的。哇，这叫什么？好，没关系。那下面还有这个红眼胡子，哦，小胡子，这个我们以前淡水的都养很多了。这很有趣哦，他们这店他们还有卖一些钓竿啊，然后这边有卖一些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网子啊，一些淡水用的器材啊等等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久没看到的七彩哦，这个七彩。这边多少钱？我看看。其实这等级我也不大会分啊，但是这个他们的价格是大概这样子。好，那这边还有一些埃及神仙，这不知道是不是野生的。那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不是野生埃及，因为我很久没有碰淡水鱼了。然后这边有一些金鱼啊，冷冻饵料。哦，冷冻饵料一样啊。他们不管是淡水鱼、海水鱼，其实都是可以吃这些冷冻饵料的。那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喂食上面啊，也是用了蛮多的冷冻饵料，不管是淡水鱼、海水鱼都应该是都一样的，不然就不会都出现这种冷冻饵料的贵了。哎，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那种类似那种银板或者是那种食人鱼这一类的，我应该没讲错了哦，讲错了不要泡我。这种鱼呢，应该是就是会群聚的鱼，然后还蛮凶猛，游得还蛮快的。这个好久没看这淡水鱼了，下面有这个是叫做罗汉，对不对？头肿肿的，那这种就是头越肿啊越值钱，然后花纹越漂亮越值钱。我看看还有什么鱼？哦，这个荧光鱼。这荧光鱼呢，我们目前也是看到了蛮多种的。那这个有分成很多种类啊。那这个详细我也不太清楚。好，这边都是鱼的部分。那接着一直过去，全部都是鱼。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鱼的种类数量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弄得也还蛮整齐的啦，看起来是挺不错的。那每一种鱼也会照它原生环境去做布置，像这个它的这个底沙啊，跟那个石头啊，基本上就是应该是有照这个原生环境去做处理的，因为它的每一缸底沙其实用的都不太一样，像是这个血鹦鹉的底沙就用这比较大颗的，然后像这种鱼，这个应该是叫做坦鱼。坦鱼的底沙就是用这种比较细的，其实应该用贝壳沙可能会更适合一点。好，接着我们来往下看，这里这是什么？斗鱼吧？对，你看，我没猜错，这种没什么过滤的鱼缸，通常就是养斗鱼的。那像这个斗鱼就是可以直接装在这种盆子里面养，因为斗鱼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水流，也不需要太多的打氧，它喜欢比较平静的水。那有放这个水蘊草呢，基本上就可以让这个水质更干净一点点。我之前养斗鱼，然后我用海水的那个理念去养，我就有看有大便就然后就一直换水，然后大概1个礼拜换2次水，然后在某一次换水它就被我养死。对，因为你换太多水，水质变化太快了。那其实斗鱼本身就是比较喜欢这种，稍微不要那么干净，然后但是酸，它要稍微有点降酸的水，所以通常会放那个小叶懒人去养，那水色会看起来比较有点水色。我记得我那时候还特别选了一只那个，像这个吧，半月吧，像这个，我也很喜欢这种半月。半月这个，它的鳍展开的时候非常漂亮。我第一次认识半月是在那个 iPhone 的解锁图面上。没错，那时候 iPhone 几 ？iPhone 10吗？7哦。这小框框其实也做的蛮精美的。那这个小倍率缸让我想到那个很久以前有一个小框框叫做 IQ3，那它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套缸系列。
它这套东西，你看它有做盖子，盖子上面就是有挖个洞，然后是可以让灯给透下去的。那这一个是 Flova 系列的 ，Flova Edge 系列的。哦，这是看起来这种小鱼缸的完整度其实都还蛮高的，看起来就挺舒服的。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那这边就还有一些整组的套缸。那像这种店，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传统的店因为这种传统店就会卖蛮多这种套缸的。客户来，其实你买一整个套缸，那你拿回去就可以直接开始养，就会变得比较简单，比较方便一点。它有卖那个斗鱼专用水。哪里？这个。哎呦，是哦。它的一些 Natural Life Active Beta。斗鱼专用水嘛？你怎么知道这斗鱼专用水？因为他画的斗鱼啊，然后这有写 Nature Life。No waiting, just add beta。不用等了啦。然后这个就是已经有稳定的环境了，没有氯啊，然后直接可以换水，所以这个是斗鱼专用水，也挺不错的。这样你就不用在那边处理水池嘛，就不会有那个你的问题突然养死。这边就是咱们海水区了。他们是用 AI 耶。没错，所以美国还是有蛮多店家使用 AI 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里面有什么样的生物。这边有个 Space Invader， 你看到吗？还蛮大的。Space Invader 在美国算是比较稍微常见一点的种类那在台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是立体版的。对，立体版。平板的我们很多。平板的台湾非常多，那这边的话立体版的比较多一点。接下来这边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种类的刚才有这种狼头，这种金狼头，然后还有这个很漂亮，就是爱内含光那种金。没错，它的金不是那种全金亮金，它头不是金，头是绿的，但它的身体是金的。再来，我们往右边看，这边有金米粉。我喜欢这一颗，这应该是澳洲米粉吧？金头米粉。那右边粉色的，这是金米粉。一大堆的这个丁香，右边有这个香菇，还有纽扣。那我们来看这边，它这个缸子它是从上面一路流到下面的底缸。它的纯氧鱼缸的系统，它都还会再搭配了这个水妖精，可能可以多供给一些氧气。但是它的整个 FO 缸的系统，我看是没有蛋白机的。真的吗？我没有发现。它就没有蛋白机你看，它下面是完全没有蛋白的。然后就是靠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去做。那水质应该是还 OK， 因为我们看到水面上气泡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理论上水质应该是不会到太差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鱼口的数量不多。真的鱼好像很少，量不是很多。像这一缸呢，没有鱼这缸有小丑鱼密度算很低啦。像这缸这么大的缸子，大概5尺缸吧，2、4、6、8、10，大概只有10只鱼而已。下面只有3只，下面只有3只鱼。所以鱼质的密度蛮低的，所以理论上来说水质应该会稍微好一点。这个是小丑鱼的缸子，哇，这个 breed pair， 这一对是$225，这两只是一对。这已经是种鱼的尺寸了，对，因为这个很大只了。雪印跟黑雪印，这对还蛮漂亮的淡水区呢，这边还有一些米虾类的生物，还有一些很小的像孔雀鱼这类的。它这边也是用外挂，它这边也是用外挂养。对啊，其实用外挂养就还蛮简单的，因为这个鱼口不多的时候，你用外挂养其实是就 OK 了啦。不用做的太复杂。对，不用太麻烦。哇，你看下面这个，这浮萍也太多了吧？你知道浮萍是一个源源不绝会一直生产的一个植物。我以前的国小里面就有浮萍跟蝌蚪养在一起。对啊，我第一次看到蝌蚪长脚，我觉得心里很讶异。真的国小的时候。那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水族缸，他们都是需要做整理的，所以他们现在的里面的 staff 正在整理这个缸子，把下面的粉尘给抽一抽。那他们也是使用这种虹吸管的方式去抽的，有没有？也是去这样清洗，这样才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那这类的产品呢，其实都可以很有效的帮助大家把这个底下的底泥给抽干净。那个很酷的这一只，这个好像叫做巨人网球虾，看到吗？有很大只的虾子。我看这是网球虾，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但巨人网球虾就是它手上会有一个网子，它就这样一直抓东西来吃。其实养淡水也是蛮可爱的，那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小生物。它非常好，因为我刚才看这个，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喂小丑鱼，我觉得很感动。之后他就问你要不要喂，是不是？我说我们很常喂的。你有刚刚说我们就是水族从业人员吗？有，我刚刚说我们是海水水族馆。对。你看它有很大的 Roger Rampage。这
不是啊，这是这是 Roger Rampage， 没错没错。那这个鱼缸其实顾得也挺好的啦，这高等藻长得也蛮好的，没有什么低等藻，然后整缸看起来也是蛮干净，我觉得这个缸子相当不错。然后它用一个灯这样放着而已，然后鱼又不会跳出来，就对这是一个玻璃盖，然后一个灯就直接放着。其实这样子养这种你都养一些不要太强光性的珊瑚啊，其实这样的灯光。虽然说烧钱不是那么够啦，因为所以你看有些珊瑚的颜色其实比较没那么鲜艳。香菇它会很努力的，这里它会很努力的往上生长，因为它们要照光。但是其实也蛮自然漂亮。对，就整体看起来也是很舒服的一个缸子。我觉得这个 setup 很酷哦，它下面的 stand 是这样站立的，然后它整个连外面都有包覆这些苔藓啊。虽然这个是应该是造型的啦，但整个看起来就觉得哇，好有生态感，对不对？就感觉很融入不止鱼缸里面，外面也很融入这种造型。发现了一个东西，他们用 API 测试的比较多。对 API 的测试器，因为 API 其实是淡水鱼算做很大的一个厂牌啦。但它其实它的测试机上它是写海水鱼共用，但我们自己习惯用那个 Salifer， 就大家有大家不同的养法跟习惯用的设备。对。好像海水鱼的比较 prefer 用 Salifer。没错，可能精准度来说也是海水鱼需要更精准啊，所以说。有可能是用 Salifer 会比较好一些。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差别是 API 它是淡海水共用，然后 Salifer 的测试机有分成海水跟淡水，它有2个版不同。真的吗？对啊，因为如果你用我们海水测试机去测淡水，它会完全不一样哦，外包装的都不一样。原来是这样子，淡水版的外包装都是黑色的。有卖蛮多种不同类型的饲料，那因为是淡海水鱼店嘛，所以说他们的饲料种类会涵盖更多种类不同。我看我们最熟悉的东西，伊斯达的全系列，然后这里跟这里，没错，这些都是伊斯达的产品。伊斯达也算台湾出口蛮多这个国产的这个水族设备的商家之一哦。那它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那是钓鱼的产品。这边都是，这还有钓鱼线，还有渔网，然后这边会有一些添加剂在后面。测试剂，然后左边是 API 跟西肯的添加剂。没错。这渔网什么渔网？这是那个吧？这是就撒出去那种吗？就是要这样撒出去那种。圆圆的那种。对，很酷哎。我们要去下一站了，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很有热情的人跟你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消费。对，或者很想要加入这个兴趣。对不对？就你如果说，今天碰到一个比较热心的人，然后可以带领你，然后或者是可以就很热心跟你分享一些养这个鱼的快乐，那其实你就会更愿意说加入这个。你感受到他跟你讲话的时候的热情，对，然后就很希望说，你也可以来尝试看看，像你刚刚那个喂小丑鱼就非常的直接。对，他就会说你要不要喂喂看？对啊，这样就感觉都非常。如果我是没有养的人，然后我喂过，我可能就会觉得天哪，好想要养这个东西。没错。就像你来蓝山遇到我一样，我还有人问你有喂过河豚吗？要不要喂喂看？大部分我们也都希望说，我们自己的同事们啊，大家都可以很热心的提供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一点互动，对，互动性可以更高一点啊。即便你没有养这个东西，但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想说，我可以体验一点小东西看看。那你也可以说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稍微给你介绍一下，然后让你可以更了解这些生物，让你更了解海水鱼缸，无论有没有买，到底是什么会更有一点参与感。对，而且你会认识更多啦，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养啊，这样子。好了，就这样，这一集就这样子，希望明天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想看我们参观什么样水族馆，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那我们就这样，下集见，拜拜。按赞、订阅、分享。